未講電話啊？先唔好發 message。佢狀態唔係幾好，等睇完 show 我問問佢。啊，放心啦，後面交俾我啦，拜。你好，卫生间在哪里啊？不然间那边直走左转。哦，謝謝啊。又唔中意啊？我覺得你左左笨，睇起身幾舒服，這個是好俾心話行嗎？聽着頭痛。你是不是又不喜歡呢？你沒聞到嗎？什麼？裝修的味道，整個工作室都是。我覺得還 OK 啊。我都快喘不過氣了。還有那個裝修風格，真讓人受不了。那這個秀你不看了？沒什麼可看的，秀本身也不對。哎，為什麼盛裝就一定要是禮服呢？盛裝應該是一種態度，一種氣息。衣服是用來幫助人的，不是套住人的。穿衣的秘訣是人穿衣服，不是衣服穿人。不好意思，借过一下，谢谢。你干嘛的？啊？你干嘛呢？我是來面試的。哪家公司啊？盛裝雜誌。那也要登記啊，去前台登記。我们試想一下，一個女人可能20幾歲，可能40幾歲，可能60幾歲，她要去面對一件重要的事情。她为自己精心挑选了一件衣服，她希望衣服能帮她加分，看起来更像一个完美的自己。那种紧张兴奋，衣服是她的武器，但衣服不是主角，人才是主角。我要的是那种扑面而来的生动感。您好，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？啊，我是來面試的。面試？啊，有預約嗎？沒有。曹志先生說讓我過來找秦勉，這是他給我的名片。您稍等一下啊。哎，秦总监，前台有人找您说要面試。说是乔治主编推荐过来的。好。麻烦您在这边坐一下，稍等一下。好。小米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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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大人呢？我找他好久了，这都几点了？杂志今天下不下场啊？所有人都来问我，可是我真的没看见呢。看见？哎，听说他办公室有2个男的，是谁呀？警察。警察。警察在主编那儿干嘛呀？我怎么知道？喂，哦，来面试的。嗯。您怎么知道我是来面試的？感覺啦。你看你這個白色襯衣基本款，是品牌的吧？哦，肯定是第一次穿。這條裙子搭得不對，然而更不對的呢，就是你這雙鞋，
其实你随便搭一个白色帆布鞋就会特别合适，还有这个口红，不好看。最后就是你这个眼镜居然和你的脸型完全不配，有点意思。我觉得好看。哦，是吗？那无所谓，你高兴就好。哦，对了，如果我是你啊，我就不会把吊牌放在外面。吊牌在外面吗？来，我帮你。谢谢啊。哎呀，没事，那。你干嘛把我吊牌剪了？吊牌不就是用来剪的吗？哇哦，不会吧？难道你想在盛装面试完再把这个衣服还回去啊？哦，不 ，sorry。我才没有。我就是。fighting。秦总监好。谁要面试啊？他。跟我来吧。fighting。我去看看这个土妞来干嘛的。把门关上。哦。坐。好。谢谢您啊，秦总监。简历呢？啊，有简历。我简历在这儿。李娜？跟网球冠军李娜同名。乔是让你来应聘的？他跟我说拿着他的名片来找您，然后应聘编辑助理的职位。那他还说什么了？没了。乔治真是的。没在办公室。我把你的意见传达给设计师了，他好难过哦。为了接你，他昨天特地从纽约飞来的。其他设计师人选呢？有很多。哦，是秦敏。我马上回公司。怎么了？怎么找不到乔治？没人牵绊，公司乱套了。这样吧，跟我去他办公室。好。看见乔治。我找乔治。我都找了，都没找见。乔治真是的，推荐个人过来也不跟我个说法。你叫李娜。你怎么知道？你们俩认识吗？不认识啊。那既然不认识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们专题部总监严凯。严总监好。面试的如何？没什么大问题的话，让他留下吧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我专题部缺人，让他留下吧。体育大学刚毕业，学的是人体运动科学，你知道这个科目吗？反正一点跟杂志都没有关系，也没做过杂志，怎么当你的编辑助理啊？他有什么不会的，我会教嘛，只要人勤快就行，编辑助理而已。咱们公司啊，根本没有编辑助理这个岗位，社招指标早就被冻结了。这乔治真是的，给我出难题嘛！哎呀，发飙了，发飙了！发什么飙啊？乔治办公室那俩警察呀！什么警察？你不知道啊？
乔治挂了我的电话。啊？哎，开姨，这主路啊，开姨，哎。约我们10点钟见面，现在都快11点了，林乔治人呢？我们都在找他。按说我们杂志今天要下场，我们也需要他来签字的。你就不用跟我说这些，我必须马上见到他。那要不这样吧，我给你找我们的副主编来。我们要见的人是林乔治。老吴，好了，别着急。秦敏是吧？我们的来意，刚才已经说得很清楚了。林乔治，他想躲是躲不过的，他要再不出现，这问题就大了。呀，什么东西啊？坏了！哎，完了！不要看！出大事了！所有的人给我下楼！出事了！快快！什么事啊？哎，老虎，等会儿什么事儿？老虎！喂，怎么了？啊？乔治死了。啊？后面一点啊，别往前挤啊，后面一点。别哭了，哎，全都回去，全都回去啊！全都往这儿挤，不是回事。具体情况我们会处理好的。说，你得给我们一个说法吧，是不是？啊？哎，放心啊，我们会妥当处理的。什么叫妥当处理？这都变成这样了。卢彬彬，具体情况我们干什么呢？盛装的人，立刻上楼，继续工作。走。手机都已经全部打爆炸了，全部都在问怎么回事。网上呢？朋友圈已经被刷屏了，微博上的时尚大号都在关注乔治，几个比较大的网站也都发布了讯息。乔治死的时候，有警察已经在开始调查他的事情，已经全部传出去了。刚刚还有15家媒体给我打电话，问我要内幕消息。你那边呢？我关机了。
我们到底什么时候发布公开声明啊？黄金舆论时间一旦错过，新闻就会变成谣言，那时候我们就更被动了啊。等集团总部的消息。可是集团还在等流程啊，那也得等。先解决杂志下场的事情，还有多少版没签？我也不知道，现在是还有心思上班呢。从现在开始，所有和采访、乔治问询有关的工作一律转到公关部。如果是你们的朋友通过私人渠道询问，统一口径，谢谢关心，但无可奉告。今天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杂志下场，蔡飞，我在这儿。下场到什么程度了？封面还没定，大策划、大专题、3教稿还没出，还有一些碎稿在调版，其他都完成了。都听清楚了吗？所有人进入工作状态。我要求杂志今天准点下场。2分钟消化情绪，2分钟之后还有人像现在这样站在这里什么都不做，绝不原谅。来，我看看还有谁站在这里不动，我看看还有哪一个部门没有准备好。我们广告部已经准备好了，所有人。请问是陈开怡副主编吗？最好的状态，马上开始工作。对，我是陈开怡。你好，我们是市局竞争大队的，有些事情想向您了解一下，方不方便这一步说？抱歉，今天杂志要下场，我有很多工作要做，您方便等我一会儿吗？我们这边也很急啊，事发突然，领导还等着我们回去汇报。那能不能这样，我一边回答您的问题，一边工作？我当然没有不尊重您的意思，请您谅解。也好，反正我们的问题也不复杂。那咱们边走边聊，你有什么问题尽管问。好。严凯呢？严凯，刚才还在呢。3教稿他签字了吗？还没。赶紧叫他回来。您最后一次见到林乔治是什么时候？周3部门例会。有没有什么异常？挺正常的，好像没有什么明显的不同。罗汉、玛丽过来给我订封面。来了。你们在一起共事多久？5年。那他的为人如何？乔治作为主编无懈可击，认真负责，非常有才华，很懂杂志。你们杂志的工作平时压力大吗？现在市场和读者对杂志的要求越来越严苛，年轻人又把时间都给了新媒体，传统媒体被打压得快喘不过来气，压力不可避免的。罗汉，封面为什么定这样的字体？想传达什么？你可以过来一下吗？因为现在正在流行这种字体。流行？盛装什么时候变成一本流行刊物了？罗汉也只是想做一些改变。什么样？乔治先生的身体状况您是否了解？身体状况他一直都有健身。那他心理上呢？您刚才也说你们这行压力很大。他倒是比较容易失眠，不过做我们媒体的，你知道通宵工作、熬夜都是很正常的事情。他的家人呢？他没有结婚，也没有兄弟姐妹，父母在温哥华。玛丽，你刚刚说想做什么样的改变？11月我们想推新近火起来的亚洲超模，主打亚洲风，所以用群风的方式。同时，我们也是想多体现东方美学的概念，所以才会选用这样的字体。这几个超模的秀，你在巴黎不是看过了吗？他们有把自己的定位局限在亚洲吗？还有，不要让我再听到什么那个东方美学这个词，让我想起了非常讨厌虚伪的酒店设计。可是东方美学这个词本身没有错，没有错并不代表好。
陈词滥调听起来都很有道理，但它依然是陈词滥调。群峰没有亮点，换单人。各有特色吧，所以我们才想要集体主推。全是重点就等于没有重点，你们要清楚他们中间谁的个性最能代表盛装的精神。换陈英单人呢？那我再跟罗汉商量一下。没有时间了，看头必须换，放主席后面去。去。陈主编，看出来您确实挺忙的，我们也不打扰了。如果还有什么需要回答的问题，我们再跟您联系。乔治他的精神状况和身体状况，和他的死有什么直接的联系吗？我们还在调查。哦，对了，如果您还有什么其他的消息，或者想起来什么需要补充的，随时可以联系我们。那什么时候能有一个确切的消息？因为我们也要尽快给外界一个说法。一有消息，我们会第一时间通知您的。对了，这是我的联系方式。告辞。我不知道你们为什么要来问乔治的事情，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意外，但有一点我可以肯定，他是一个好人。看什么呢？没什么，秦总监，我觉得我还是走吧。没想到今天发生这么多事儿，我也不给你们添麻烦了。你也说了，现在没有助理的职位，我的专业对不上口。你跟乔治是什么关系啊？没什么关系啊。那他为什么让你来面试？我能不说吗？我可以走了吗？我送你吧。你给我过来。这两张照片换掉，这个摄影师不要再用了，不入流。这摄影师很火的，还拿过奖。之前乔治也看过，他说没问题。严凯，你的视觉趋势难道没有背稿吗？有，马尔特斯领导之前在巴黎拍了一组。赶紧拿来给我看。这两张照片抄了塞西尔比顿的构图，拍英格兰作家阿道斯赫胥黎那组。抄袭的人拿什么奖都不入流。现在没时间换别的呀，这些照片全是他拍的。秦敏，你一直站那儿干嘛呢？她叫李娜。看。李娜怎么了？来应聘编辑助理。哪个编辑需要助理？编辑部一直喊缺人，但现在没有编制了，就用这组替换掉刚刚抄袭那个。那他合适吗？我面试过了，各项要求都不合适。严凯，赶紧把稿子交给刘成。我想他留下，我们编辑部缺人可以吗？严凯，我刚才不跟你说过了吗？实习生啊，实习生不占编制。李娜，你愿意来我的部门当实习生吗？我愿意啊。但是实习生是干什么的？这个以后再说，这样总行了吧？我们实习生是走校招的。秦敏，我作为专题部的总监，有没有权利给我的部门招个实习生？那你要这么说的话，那我只能说，你有你的权限，我有我的。等一下，来，帮严凯把稿子交给刘成，快点，印厂的人还在等。你在干嘛呢？问一下我的咖啡，我的咖啡在哪儿？为什么到现在还没出现？好。要不这样吧，还是我走吧，我走就行了，没关系的。你别走。他是乔治推荐的。你叫李娜。嗯，跟网球冠军李娜同名。我知道。其实我原来不叫这个娜的，我改过名字，我是那个那边的娜。有什么区别吗？有啊，因为我爸说了，如果他要是生一个儿子的话，他就叫李哲；如果生一个女儿的话，他叫李娜。然后我就不高兴了，凭什么他就在这儿，我就得在那儿啊？我就给自己改了个名儿，李娜。
心面，这事你自己定了。我刚才那么对你，那都是做给别人看的。现在公司每个部门都跟我说缺人，那我要给你加一个，别人怎么办？他不用说别人了，就这鲁彬彬，我要给你加个什么李娜，他非得跟我要一个什么张娜、王娜之类的，那我到时候怎么办？所以你得给我个理由，我为什么要收这个李娜？她到底是什么皇亲国戚？就一个实习生而已，你有必要搞这么复杂吗？在我看来有必要啊。从今天开始，陈开怡就是主编，而你是他最亲信的人，谁会因为一个实习生而质疑你的决定？秦敏，如果你非要为难我，或者你想让我求你，你可以直接说，我可以欠你这个人情。严凯，这好像不像你会说的话呀。从今天开始，很多事情都会变，我也会。乔治为什么会死？我也想知道。当年乔治跟陈开怡争主编，你一直护着乔治，你们俩是最好的朋友啊。现在不还是你们赢了吗？陈开怡本来就应该当主编，现在争这些也没什么用，谁也不愿这种事情发生。实习生，给不给？袁凯，整个公司，我唯一搞不清底细的人就是你。以前一直以为是乔治护着你，后来才知道，你根本就没有机会让我们去了解你。咱们共事这么多年，加起来说的话，都还没有今天多吧？而你今天能跟我说这么多话，为了一个我也搞不清底细的人，我很不喜欢这种感觉，我觉得很不舒服哎。
一个实习生而已，有必要这么提防吗？坦白的说吧，我就是帮陈开怡守住盛庄人事这道门的人。任何有可能对他不利的人，我都会提防的，就算他是个实习生。你需要这样吗？什么意思啊？你就这么着急的彰显主线的权利吗？这么急着扫除障碍，就这么着急的想要把之前输给乔治的那份委屈连本带利的赚回来？你收回权力这点得意，能不能稍微收敛一点？几天而已，就这么难吗？严凯，我和你并不是对手，你明白吗？以前不是，但是以后我不敢说。如果你把这种和我对立的情绪当成是对乔治的效忠，我无所谓。你当然无所谓了，你是最后的赢家嘛。但是我不相信乔治的死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，所以不要拿一个实习生来做文章，让秦明反复的试探我的态度和立场。就算你是主编又怎么样？我告诉你，我就是怀疑你，而且这件事情我一定会追查到底。接着说。如果我发现乔治的死是因为你做了什么手脚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你。你现在可以开除我，我也可以自己辞职。这份工作我根本就不在乎，我在乎的是乔治的死，必须要有人付出代价。终于说到我在乎的事情了，坐吧。那个连面试都没搞清楚穿什么的实习生，招不招他根本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。你是不是怀疑我？你是不是要追查乔治到底为什么死？对我来说也不重要。我的立场只有一点：工作。我不希望乔治的事情影响到你，尤其是你的心态。编辑部不能没有你，这点我们大家都很清楚。暂时而已。以后也一样。我对人事重新洗牌、怎么巩固权力根本没兴趣。杂志广告收益这个季度又下降了3个点，销量下降了6个点。整个纸媒行业穷途末路，现在还雪上加霜。乔治的死已经是非常重大的损失，我不能再损失你。这个行业很难再找到比你更优秀的专题总监。就算你心里把我想象成了杀人凶手，我也不能损失你，因为盛庄不能损失你。我的意思很清楚了吧？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意义吗？你心里最清楚，无论我们怎么做，盛庄的未来都不会更好，这是个趋势，未来只会更糟。我不是一个喜欢谈论未来的人，不过这2年我倒是重新看了几遍《泰坦尼克号》，轮船已经在沉没，甲板上的乐手还在拉着小提琴，穿着燕尾服，一起在音乐声中面对即将来临的死亡。我每次看到这个画面，脑子里闪现的都是同一个字：优雅。如果说纸媒是互联网时代必将沉没的巨轮，我希望我们至少能够做到优雅面对。这是我们能给予盛庄能给予读者最后的体面。陈开怡，乔治已经死了，从顶楼摔下去死了。我没有办法像你一样一边喝着咖啡，一边谈论着如何优雅和体面地面对死亡。只知道
乔治的死必须有人付出代价。如果乔治的死另有隐情，当然一定要有人付出代价。但不管是谁，都不应该是盛庄来承受这种代价。这是我跟你谈论任何问题的基础，也是我的底线。除非你根本就不在乎这本杂志，你根本就不在乎乔治这么多年为之奋斗的理想，那你对他的效忠就只是一种肤浅的表演。他人都已经死了，我在意的东西还有什么意义呢？关于意义这件事情，今天是黑色的一天。乔治永远地离开了我们。他的离去太突然，以至于我们都无法接受。但鉴于这件事情的严重性，尤其是对盛庄产生难以不可估量的影响，我再次要求，谁也不能对外透露任何情况，不允许接受采访，不能传播没经过总部证实的任何消息。从现在开始，一直到总部宣布新的人事任免，我将暂时接管乔治的所有工作。乔治之前通过的选题、策划、广告方案，都继续推进。这瓶酒是乔治送给我的。这瓶酒的年龄和乔治一样大。乔治送我这瓶酒时说，等我们盛庄第100期出刊的时候，就把它打开，和大家共同庆祝。但是很遗憾，他没有兑现自己的承诺，他选择了不告而别，以最悲痛和最决绝的方式。今天，我自作主张打开这瓶酒，跟大家共饮，一同来纪念我们的主编，我的朋友林乔治。敬乔治。敬乔治。